大家好，我是陈国栋，今天想和70岁以上的老朋友以及家里有长辈的子女们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我想分享的长寿密码不关系存款多少，却直接关系咱们脑袋里的财富。它不影响下个月的收入，却决定未来10年、20年的生活质量，是清醒自在的生活，还是磕磕绊绊的度日。到了这个年纪，我们最深的担忧往往不是白发皱纹，而是怕脑子生锈。刚放的眼镜转眼找不到，买菜时算不清账，和老友聊天话到嘴边却想不起来。这些瞬间让人心慌。我们奋斗了一辈子，晚年谁都希望能保持思维清晰，行动自如。这不只是面子，更是我们能独立生活、维持尊严的底气，也是减少儿女负担的根本。尤其对许多独居的长者来说，大脑健康直接关系安全和生活质量。记性不好可能带来烧水忘关火、出门忘锁门、吃药记错剂量等风险。维护大脑健康和年轻时攒钱养老同等重要，它就是我们晚年幸福生活的总开关。很多人想健脑却不知从何做起，或方法不对。其实大脑状态就像天气预报，藏在日常细节里。无论您过去做什么工作，只要关心自己的生活质量，今天的内容都值得一听。在分享具体方法前，请您在评论区写下大脑年轻，这不仅是对自己的祝福，也能让更多需要的人看到这个重要话题。如果您是新朋友，欢迎关注我，我这里不卖产品，只分享经过科学验证、真正有用的健康知识。关注我，就像多了一位可以聊聊健康的老朋友。好了，咱们现在进入正题，看看哪6件事能反映我们的大脑健康状况。首先，我要揭开这个长寿体质的大脑，每天究竟在悄悄完成哪些健康打卡？这6件事听起来可能平平无奇，甚至您每天都在做，但您可能没意识到，它们就是您大脑青春的检测仪和保养剂。第一件事，您能看得清、听得明、说得溜。您先别笑，觉得这算什么本事？陈国栋跟您说，这太重要了。这可不是简单的感官功能，这是您大脑接收外界信息、保持活跃的高速公路。您想想，要是眼睛花了，看不清报纸上的字，您是不是就不爱看了？耳朵背了，听不清电视里的新闻，也听不清儿女孙辈的话，您是不是就不愿意交流了？这样一来，大脑接受的刺激就少了，就像机器少了原料，它会慢慢怠工的。所以，如果您70多了，看书看报不用太费劲，看电视能听清台词，跟人聊天能对答如流，这说明您的视觉、听觉和语言中枢都运转良好，信息进出大脑的通道非常畅通，这是大脑健康的第一块基石。第2件事，您能记得住近期小事，想得起过往趣闻。记忆啊，是大脑的数据库，这个数据库管理的好不好，直接体现大脑的活力。什么是近期小事呢？比如昨天中午吃的什么菜，前天女儿打电话说了啥，早上起来把药吃了没有，这些事您要是都能门而清，说明您的短期记忆，也就是工作记忆非常在线，而能清晰地回忆起年轻时的一些趣事，比如的一次工作的情景，孩子小时候的糗事，这说明您的长期记忆存储和提取功能也很棒。一个既能记得新事，又不忘旧事的大脑，说明它的记忆系统分层清晰，管理有序，这可是抵抗大脑衰老的硬核表现。第3件事，您能算得清日常小账，理得顺生活安排。咱们老年人很多还是家里的财务总监，即便不管大钱，每天的买菜钱、水电费心里也得有个谱。如果您去超市，能很快算出哪种打折更划算，家里几笔定期存款大概什么时候到期，心里有本账，甚至能规划好1周的伙食安排，哪天该买什么，这些都需要大脑进行复杂的计算、规划和逻辑思维。这个过程相当于每天给大脑做思维体操，能有效锻炼前额叶皮层，这里是负责计划、决策和逻辑的总司令。您要是还能乐在其中，那您的大脑灵活度可能比很多年轻人都强。第4件事，您能学得会简单新技能，跟得上时代小变化。活到老，学到老，不是一句空话，而是大脑的保鲜秘诀。
这个学不一定是只学高深的学问，比如您今年学会了用微信视频通话，能熟练地跟外地的孙子孙女面对面聊天，或者在子女的帮助下，学会了在手机上看天气预报、听戏曲，甚至就是学会了做一道从美食节目上看来的新菜。这些学习行为代表着您的大脑保持着可贵的好奇心和可塑性，它愿意并且能够建立新的神经连接，去适应新的东西。这就像给大脑不断注入活水，让它避免僵化，是防止认知退化的关键。第5件事，您能走得稳，站得直，手脚协调有准头。您可能会奇怪，这明明是身体的事，怎么跟大脑有关？关系大了去了。咱们的每一个动作，无论是走路保持平衡，还是伸手稳稳地端起一杯水，或者穿针引线，都是由大脑发出精密指令，通过神经系统指挥肌肉完成的。如果您腿脚利索，走路不需要总想找拐杖，手不抖，能轻松地用筷子夹起花生米，做点家务，比如扫地、擦桌子，手脚配合得当，这说明您的大脑运动皮层、小脑和连接它们的神经网络都非常健康，身体协调性好，反过来也会刺激大脑，形成良性循环，而且行动自如能大大减少摔倒的风险，这可是老年人健康的一大保障。第6件事，也是最重要的一件，您能睡得香，情绪稳，每天乐呵呵。睡眠是大脑的垃圾清理时间和自我修复时间。如果您晚上能睡个踏实觉，不做太多乱七八糟的梦，白天自然醒来精神头足，这说明您的大脑生物钟和睡眠节律非常健康。情绪稳定就更宝贵了，遇到小事不急不躁，看得开，放得下，每天能找到让自己开心的小事，比如浇浇花、听听戏、晒晒太阳。积极乐观的情绪能减少压力激素对大脑海马体负责记忆的损害，促进有益神经递质的分泌。一个睡得香、心态好的大脑，就像住在一个环境优美、治安良好的小区里，自然能延年益寿。说完了这6件健康检测一般的事情，陈国栋要特别提醒大家，咱们的目标不是追求每一项都做到满分，而是看看自己大体在哪个状态。如果您大部分都能轻松做到，那真的要恭喜您，您的大脑正在健康老龄化的轨道上运行，您的身体底子很可能就是传说中的长寿体质。这时候可能有心急的老朋友要问了，国栋啊，我好像有那么1、2项有点吃力了，是不是就没救了？或者我现在开始注意，还来得及吗？陈国栋在这里必须用力的、肯定的告诉您，来得及，完全来得及。大脑拥有惊人的神经可塑性，也就是说，它可以通过锻炼和良好的习惯来改变和增强自己，无论什么年纪。为什么我要特别强调这一点呢？因为现在市面上关于健脑的说法太多了，很多老人一觉得记性不好，就觉得自己痴呆了，心里害怕，又病急乱投医，去买各种吹得神乎其神的保健品，或者把自己关在家里，反而加速了衰退。咱们绝不能走这条路。正确的方法就像给身体健身一样，要给大脑做温和、持续且有针对性的健身。那么最稳妥、最有效的大脑健身方法是什么呢？陈国栋结合现代医学和传统养生智慧，给大家梳理了3条核心训练原则，您根据自身情况每天坚持做，就一定能看到效果。第4，用进废退是黄金定律，但切忌焦虑攀比。咱们鼓励多用脑，但心态要平和，不要因为一时想不起一个名字就焦虑万分，这种焦虑情绪本身就会伤害大脑。要允许大脑偶尔卡壳，就像机器也需要休息。更不要和老伙计攀比，你看他比我岁数大，记性还那么好，这种比较除了让自己郁闷，没有任何好处。每个人的基础和遗传都不一样，咱们只跟自己比，只要在行动，在维护，就是胜利。把怎么锻炼、怎么避坑都讲清楚了。陈国栋估计大家最关心下一个问题，万一，我说万一，我感觉自己在这6件事上确实有不止一项在明显退步，甚至影响了日常生活，那可怎么办？是不是就没办法了？您别慌，更要采取行动，但方向要正确。首先，千万不要自己胡乱诊断，
更不要相信任何偏方、神药。最应该做的是带着问题，在家人的陪同下，去正规医院的神经内科或者记忆门诊、老年医学科看一看，做一个专业的认知功能评估，让医生来判断您的情况。很多早期的认知障碍，通过专业的医疗干预、康复训练和生活调整，是完全可以延缓进展，维持很长时间的生活质量的。早发现、早干预是应对大脑健康问题的金科玉律，所以咱们不要回避，不要害怕，科学的帮助永远在那里。讲到这里，关于70岁后大脑健康的这6个晴雨表和养护核心，陈国栋已经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咱们来总结一下这个大脑青春保卫战的3步核心攻略。第1步，学会自检，对照上面说的6件日常事，定期给自己做个温和的体检，了解自己大脑的健康基线。第2步，主动养护，坚持社交，多动嘴，锻炼勤动身，营养会吃食，这3条核心原则，把健脑融入生活点滴。第3步，避开误区，警惕孤独与无聊，关注药物与睡眠，坚持用进废退，但放下焦虑攀比，有问题及时寻求专业医疗帮助。这3步做到了，您就给自己的大脑营造了一个最有利于它保持年轻活力的内部和外部环境。咱们做儿女的，如果您看到了这个视频，请千万不要觉得爸妈脑子还好，不用操心，预防永远大于治疗。请您这个周末就回家一趟，或者打个视频电话，别光问身体好不好，可以具体的聊一聊。问问爸，昨天和老张下棋赢了吗？问问妈，最近学会用手机交水电费没？在轻松的聊天中，您就能观察到他们在这6方面的状态。您可以鼓励他们多出门，也可以教他们一个手机新功能，或者干脆带他们去公园走走，见见老朋友。您花掉的这点时间和耐心，是在为爸妈未来的生活质量做最划算的投资。这份孝心是真正的精神赡养，能让父母活得更有尊严，更快乐。最后，陈国栋再啰嗦几句：大脑健康是长寿幸福的王冠，维护它没有捷径，靠的是日积月累的好习惯和好心态。建议大家多关注正规医院、国家卫健部门的科普，警惕夸大其词的保健品广告。我们心里要有谱，科学养护，并提醒身边老友一起重视，结伴锻炼，让晚年生活更有声有色。如果您在具体操作中遇到困惑，比如不知如何开始运动，或对饮食搭配有疑问，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会根据大家的共性问题，在后续视频中分享具体的锻炼演示、食谱推荐等实用建议。这里永远是我们交流心得的家园。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帮助，请动动手指做3件事。第1，点个赞，让平台知道大家需要这样的健康知识。第2，转发给家人朋友，送出一份健康提醒。第3，在评论区打出大脑年轻，给自己一个积极承诺，也给他人一份信心。咱们老年人阅历丰富，这是最宝贵的财富，让我们用一个健康清醒的大脑，好好守护这份财富，享受天伦之乐，老友相聚，享受每一天自在从容的日落日出。这份清醒安宁，是金钱买不到的高级幸福。时间对每个人公平，但我们可以让大脑的时钟走得更稳健。看完视频，不妨对照那6件事，给自己一个微笑肯定，或决定从今天起为大脑健康做一件小事。行动就是最好的长寿药。我是陈国栋，守护您的每一份健康与安心。下期再见，祝大家思维敏捷，大脑年轻，乐享长寿好时光。